今天超级歪要进入到《阿凡达》第1集的电影解析。《阿凡达》的故事讲述2154年，人类发现了潘多拉星球，为了开发当地的稀有矿藏，人类化身为纳美人，侦察当地原住民社会。男主角代替哥哥，开始受训加入潘多拉计划。Out there beyond that fence,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crawls, flies, or squats in the mud wants to kill you and eat your eyes for jujubes. We have 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of humanoids called the Na'vi. They're fond of arrows, dipped in a neurotoxin that'll stop your heart in 1 minute. 在电影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社会的对比。纳美人被描绘成凶恶的民族，相比之下，西方人则是帮助原住民文明化的势力。You know, I mean, we try to give them medicine, education, roads, but no, they like mud. 在这里，长官 Selfridge 使用了跟美国布希政府入侵阿富汗时一样的修辞。At the same time,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Afghanistan will know the generosity of America and our allies. As we strike military targets, we will also drop food, medicine, and supplies to the starving and suffering men and women and children of Afghanistan. 这套美国常用的文明论述被套用在潘朵拉计划里，让男主角 Jake 在进到当地时认为处处都是敌人，但随着剧情发展，我们却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纳美人不但没有杀害男主角，反而是 Jake 在夜里惊扰了独狼，让女主角 Neytiri 为了拯救 Jake 而不得已射杀动物。I just want to say thanks for killing those things. You don't thank for this. This is sad. Well, this is your fault. They did not need to die. 这场相遇凸显了2种对自然不同的态度，一边是认可杀生自保的文明人，一边是信仰万物有灵论的纳美人，相信自然界里的万物都拥有灵魂，共享了大地之母伊娃的灵力。万物死后的灵魂会回到大地之母那里，这个伊娃体现在他们的圣树里，让纳美人可以透过某种连结跟祖先沟通。正是这种信仰，让纳美人不愿意迁离家园树。在亚马逊雨林的 Warani 人就有一个相似的起源神话。Warani 人认为，在创世之初，所有生命，不管人或动物，都居住在一棵巨树上。当时人类跟动物还没有任何分别，直到有一群外来的恶魔出现，想要杀害他们，所以创世的英雄们让巨树倒下，这棵巨树就变成了今天的亚马逊雨林，让 Warani 人可以逃到丛林里避难。因为丛林里的桃椰子树提供庇护跟丰盛的自然资源，让他们不需要农耕、种植、驯化动物，所以他们跟雨林的神灵建立了共生关系。这种万物有灵论保育了亚马逊雨林，这也是为什么原住民社会跟自然资源总是同时被人发现。因为有原住民坚持永续的生活，那些土地才能一直保存到现在。直到外来人入侵后，自然资源才开始受到破坏。在电影里，纳美人跟动物可以透过一种特殊的连结方式沟通，而不需要诉诸语言。You may tell her what to do inside. 这种能力曾出现在神学家奥古斯丁所说的亚当堕落前的世界。人跟动物曾经活在一种非奴役的关系中，人可以直接用理性跟动物沟通。潘朵拉星球象征的正是这个人类堕落之前的世界，人跟动物透过特殊的连结沟通，而不是上对下的宰制关系，就像亚马逊雨林的 Warani 人拒绝驯化动物一样。而教导 Jake 进入到这个伊甸园的人，就是同样名为奥古斯丁的科学家 Grace Augustine。 You need to listen to what she says. Try to see the forest through her eyes. 等等，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信仰万物有灵论？人类学家 Tyler 提出了最早的解释，因为原住民在梦里见到死去的亲人，认为梦显现出亲人所在的灵界，而在梦里也可以同时看到动植物、矿物，所以他们一定也有各自的灵魂。这套理论让19世纪的欧洲人可以合理化殖民，认为万物有灵论不过是迷信，把梦境误认为是现实。这种梦境与现实的区分在《阿凡达》里再次出现。主角 Jake 在闭眼入睡后，进到如同梦境的万物有灵论世界。随着跟当地人相处越来越久，梦里的世界让他产生更多共鸣，也让他逐渐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现实。 Everything is backwards now. Like out there is the true world, and in here is the dream.
原本为殖民者服务的 Jake 不再试图改变原住民的思维，反而是被原住民的思维给改变。直到采矿企业摧毁家园树之后， Jake 才被迫从潘朵拉星球的美梦醒来。Sooner or later, though, you always have to wake up. 回到经济殖民的现实里。在电影《与狼共舞》里，男主角同样也是在进入北美原住民社会后，意外发现他们并不是好战的印第安人，而是活在平等沟通的民主社会里，反而是回到白人社会后被不人道的对待，最后决定与原住民一起反抗白人殖民者。在影集《白莲花大饭店》里，生活在有钱人世界的富二代小孩，也是在意外接触到夏威夷原住民后，发现与海洋接触的泛舟生活比每天打电动的生活更真实。回到白人世界后，反而感到格格不入。在这些例子里，我们都看到文明人意外进到野蛮的原住民世界，最后却发现那个世界更真实，原以为的文明社会反而才是真正的野蛮。这种转换视角的经验，其实曾大量发生在美国18世纪殖民扩张时期。历史学家 Colin Calloway 就发现，殖民时期被美洲原住民打输的白人战俘会被抓到原住民部落里当奴隶，结果竟然发现在原住民社会里没有强迫劳动，还主张性别平等，反而在工业城市里的欧洲人被迫要为资本主义当血汗劳工，在原住民社会里当战俘比在欧洲城市里当劳工还要幸福。所以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说，任何尝过野人生活滋味的欧洲人都无法再忍受活在我们的社会里。正是尝过潘朵拉星球的生活后， Jake 跟 Grace 成为了反对文明社会的先锋。 The wealth of this world isn't in the ground, it's all around us. The Na'vi know that and they are fighting to defend it. If you want to share this world with them,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m. Jake 跟 Grace 的反对声音凸显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原住民不能自己发声？为什么一定要由白人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仿佛没有西方见证者的话语，或是西方科学的话语，原住民的声音就永远不会被听见。文学理论家 Gayatri Spivak 就指出，知识精英在创造社会底层的知识时，表面上看似是要为底层人民发声， How's your Na'vi? 但事实上反映了底层人民无法自己发声的困境，必须透过知识精英的翻译才能够被听见。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底层人民又再次被边缘化。例如，要理解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只能阅读荷兰文、中文、日文，因为原住民自己没有文字，无法在知识辩论中为自己发声。但是，一旦把原住民的声音转译成他者的语言，原住民自己独特的声音就消失了，只剩下知识精英在发言。这也是为什么詹姆斯·卡麦隆刻意请语言学家 Paul Frommer 为纳美人发明一种语言。I will speak now. You would honor me by translating. 透过这种语言学设定，凸显了被殖民者的困境。如果没有殖民者语言的中介，原住民就形同失语一样，无法被认识理解。必须透过 Jake 与 Grace 当作翻译人员，告诉西方殖民者纳美人为何不迁居。但讽刺的是，即便有西方科学家解释家园树的重要性，资本家依然坚持要开采当地的矿藏，殖民者无法看见家庭树对当地人的意义。这就让我们转向了电影里的视觉隐喻。Sky people cannot learn you do not see. Then teach me how to see. No one can teach you to see. 为什么说人类没办法看见？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类看不见，反而是视觉的过剩。科学团队一直把看见当成是真理的标准，要用科学仪器扫描，看到森林的电子讯号，要用影像日志记录每天的新发现。We got to get in the habit of documenting everything. You know, what we see, what we feel. It's all part of the science. And good science is good observation. 历史学家 Martin Jay 就认为，西方文明罹患了一种视觉中心主义，认为每个人都能看见的东西才是客观的真理。柏拉图认为，真理是人可以看到万物的本质，而非模仿万物的不真实影像。笛卡尔发现人的感官知觉会骗人，渴望构想一个完全客观的视觉系统，所以发明了 XY 轴坐标系。正是从笛卡尔的年代开始，欧洲人发明了望远镜，让解析度不够的人眼可以更客观的看见。直到今天，科学家都在开发更高阶的望远镜、透视镜，
认为这样就可以窥探人类跟宇宙的真相。但是这种视觉中心主义也带来了反效果，让人误以为只要肉眼看得见就是真理，所以出现了监视器记录的日志。科学家看到森林就只想采集样本，把生物变成可测量的对象。殖民资本家一看到矿藏资源就急着开发，驱离当地人。Look arou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see a lot of trees. They can move. 过度仰赖视觉，结果反而体会不到对当地人来说重要的东西。伊娃体现在万物之中的生态系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Grace 无法成功转移到阿凡达的身体上，不只是因为他受伤太重，而是他的科学偏见让他看不到万物有灵论的世界。I'm a scientist, remember? I don't believe in fairy tales. 他真正的缺口是他摘不掉的科学滤镜，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他才真正看见伊娃的存在。I'm with her, Drake. She's real. 相比之下，没有科学实证主义偏见的 Jake 可以学着透过纳美人的眼睛去看。It is hard to fill a cup which is already full. My cup is empty. Trust me. Just ask Dr. Augustine. I'm no scientist.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Jake 的人设是一个残障的海军，因为他才刚学会怎么使用身体，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以学习者的身份来到潘多拉星球，反而不会被视觉中心主义束缚，而更重视身体的触觉与环境互动的知觉。阿凡达因此挑战了视觉中心主义，过度的视觉不是真理，而是一种缺陷。这恰好也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批判，故意摒弃人类的视觉，违反透视法视觉常规来创作。在安达鲁之犬中，布纽尔干脆直接把人类的眼睛给挖掉。这种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让我们能够转换视角思考，在当代的文明社会中，其实每个人都是残障的，失去了看见自然的眼睛，反倒是万物有灵论的社会，让人能够康复，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找回跟自然的连结，找回自己失去的人性。等等，为什么人类发展出文明后，反而让自己变得盲目？是什么让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又是什么？让我们把视角从潘多拉星球拉回到地球上。地球看起来是一个充满空污、没有太阳光的世界。电视新闻还播报着人类成功用生物技术复制了绝种的孟加拉虎。人类之所以要继续殖民其他星球，寻找更多自然资源，是因为发展出高科技的未来社会，同时也面临了自然生态的死亡。这样一来，阿凡达就变成了一个预警式电影，警告这很有可能就是人类的未来。为什么号称理性启蒙的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却反而为全人类制造了生态浩劫还不自觉？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人也曾经信仰过万物有灵论。当时人们相信丛林是妖精跟森林女神 Artemis 所管辖的地方，所以猎人会遵守由 Artemis 定下的法则，不会过度狩猎开发土地。传说古希腊国王 Erysichthon 为了建造宫殿而砍掉了农神 Demeter 的圣树，结果被农神 Demeter 惩罚饥饿到死。但是当古希腊从神话时代转向哲学时代后，人们就不再信仰森林女神农神，滥垦森林的问题才开始出现。哲学启蒙的结果就是生态破坏的开始。哲学家 Adorno 就认为，理性启蒙的计划反而让西方社会自我毁灭，因为启蒙本身就是一场骗局，一场新的神话。现代人没有真的从蒙昧的神话状态中醒来，而是跟他们看不起的原始人一样迷信。他们的迷信叫做理性的科学算计，而他们的神话叫做经济利润的累积。 Killing the indigenous looks bad, but there's one thing that shareholders hate more than bad press, and that's a bad quarterly statement. 古代人原住民迷信万物有灵论，但这种迷信让他们把世间万物都当成一样的生命体尊重，而工业文明却迷信理性科学与经济发展，把万物都当成没有灵魂的物一样剥削劳工、土地、自己赖以为生的环境。所以当崇尚理性计算的资本主义遇到生态灾难时，不是思考暂缓经济成长，
反而投资更多钱来发展控制天气的系统，从生态危机中再赚一笔灾难财，或是把地球开发殆尽后，继续研发太空技术，准备殖民另一个星球。生态灾难没有让现代人从启蒙的美梦里醒来，还在迷信科学与经济发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启蒙成了新的神话，即便科学家开始提出警告，不能让经济发展凌驾于生态系统，掌权者却仍然对科学知识视若无睹。It's a global network and the Na'vi can access it. They can upload and download data, memories, at sites like the one you just destroyed. What the hell have you people been smoking out there? They're just goddamn trees. 长官 Selfridge 对生态知识的否认，反映了当今世界强国对气候危机的态度。世界各国投入数百亿的经费让气候科学家进行研究，但是所有气候科学家的警告却又被政治人物忽视，甚至否认。等于数百亿的研究经费没有任何效果，没办法促使各国展开行动。美国甚至在川普上任后否认全球暖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电影《气象战》里，世界各地突然发生天灾异象，原以为是全球暖化的后果，结局却揭露是美国高层刻意利用气象技术来制造灾难，避免将权力转交给联合国。同样的，我们当今面临的生态灾难其实也不完全是天灾，而是美国刻意忽视气候科学过去40年的警告所造成的人祸，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但是阿凡达预言了忽视气候科学的后果，刻意否认生态界的声音，结果反而被生态界的力量给反扑。哲学家拉图尔就指出，当今人类之所以无法处理生态危机，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非人类的力量一直都存在。因为在17世纪科学革命后，人类开始自认是历史的主角，动植物、自然生态都只是衬托主角的背景，只是被动的被人类利用的资源。但是当今的全球气候变迁，就是自然界对人类发出了声音，告诉我们非人类的存在也具有推进历史、影响社会的动力。这种非人类的动力其实一直影响着人类社会，我们必须重新看待非人类的存在，认识到他们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份子。等等，但是怎么可能把自然界当成跟人一样的存在呢？近期有越来越多新发现证实动物、植物其实可以互相沟通，甚至有自主的判断能力。What we think we know is that there's some kind of electrochem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oots of the trees, like the synapses between neurons, and each tree has 10 to the 4th connections to the trees around it. Grace 所说的沟通系统，在科学上叫做树联网。生物学家 Suzanne Simard 发现，植物在地下的树根会形成一个合作的真菌网络，树林可以借此互相沟通、传播资讯，看谁缺乏维生资源。更多养分的树会输送资源给缺乏养分的植物，这暗示了植物可能有某种自然的平等意识。而在动物界里，也有大量实验证明，动物可能也有正义感，道德是非判断不是人类独享。科学家让老鼠按下按钮就可以得到食物，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按钮会让另一只老鼠被电时，他就不会按下食物按钮，仿佛老鼠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同类受苦。生物学家 Mark Bekoff 认为，这代表动物的社会里存在着某种互惠的正义感，道德意识早就存在于自然界，人类只是这个自然界的一部分，并没有比较特别。就如同原本只重视平衡的大地之母伊娃，最后却选择帮助纳美人对抗经济殖民的资本企业，因为自然界也有主动性，也有自己的道德正义感。这些最新的科学发现，让我们能用新的眼光重新看待自然界。原住民信仰的万物有灵论突然变得很科学，反倒是西方科学直到近几年才认识到，动物有道德能力，植物有沟通能力，生态系统有重视平衡与互惠的正义。现在正是时候重新跟我们的原住民祖先学习他们与自然共存上千年的智慧，正是我们赖以为生却正在消失的自然环境。重新反思为何我们需要无止境的经济成长，从启蒙的神话中清醒过来。